然而，无论是伊朗制造的低水平无人机，还是俄罗斯从市场上购买的民用4轴无人机，在真正严酷的战场条件下，功能都会大大的受限。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安顾问担心海马斯火箭炮被巡歼。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对记者说，伊朗政府正准备加快向俄罗斯提供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包括武装信号。伊朗与俄罗斯都受到美国的制裁禁运，抱团取暖呢是理所当然。身居高位的沙利文直接关注到这么具体的武器装备的细节，有些不同寻常。美国渲染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与当前顿巴斯的局势有直接的关系。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哈马斯火箭炮和其他能够发射制导炮弹的火炮到位以后乌军在远程精确打击方面确实有提高，对俄军呢构成了较大的威胁。突击哈尔松机场居然端掉了俄军的一个师级指挥所，造成了俄军重大的损失。这反映俄军在战场侦察方面存在严重的问题，竟然让西方国家援助的这种对俄军有巨大威胁的武器装备，通过漫长的运输线到达了前线。如果俄军不能及时拿出有效应对办法，后面还会吃亏。地面炮兵再厉害，但最怕的是空中打击。如果被对方识别定位，无论是战斗轰炸机还是察打一体的无人机，都会让地炮立刻陷入灭顶之灾。海马斯M777 这样的兵器没有任何的防空能力，一发小炸弹就能摧毁它。在 M777 超轻榴弹炮刚刚提供给乌克兰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俄军通过海鹰10无人机的侦察，发现乌克兰军队在田野里展开了几门 M777， 于是俄军立刻发动炮火压制，摧毁了至少2门。但是俄军前线呢，极其缺乏各种无人机。西方专家认为，随着战争损失的不断的增加，俄军手里的海鹰10或者猎户座无人机是越来越少。装备无人机的目的是为了给部队提供一种不怕损失的航空装备。无人机被击落，飞手不会伤亡，所以呢，只要飞机能够补充得上，机存作战分队的空中侦察能力就不会削弱。但是俄军的无人机装备数量是严重不足西方禁运又让俄罗斯无法得到充足的电子元器件和零部件来生产无人机，所以乌军的炮兵是越来越肆无忌惮。随着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决议到期，伊朗已经可以在国际市场上比较自由的采购装备了，至少可以采购一些军民两用的电子元器件。即使是在受禁运期间，伊朗也想办法自行研制了无人机、巡飞弹。胡塞武装就用伊朗生产的巡飞弹远程袭击过沙特的炼油厂，战果显著所以伊朗要是打算向俄罗斯出口无人机，是拿得出东西来的。伊朗的无人机呢，显然不是什么高端的型号，除了工艺粗糙以外，还大量的使用民用器件。有网友发现呢，伊朗的某些无人机采用了中国台湾研制的民用数据链，这显然不符合军用标准。但是现在的俄罗斯连这样的民用器件都买不到，只能从伊朗转口解燃眉之急。西方媒体担心呢，伊朗会向俄罗斯出口沙希德129和穆哈杰6重型无人机。重型无人机的留空时间长，监视效果好，对海马斯这种打了就跑的时间敏感目标呢，有很好的克制效果。不过也有人表示重型无人机不是那么容易造的，伊朗同样要靠秘密采购国外的电子元器件才能够把它造出来，这就意味着产能不会太高。所以呢，如果伊朗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架无人机，那么更有可能是一次性使用的巡飞弹或者是小型无人机。既然无人机的缺口这么大，海外俄罗斯人呢开始大量的采购中国企业生产的各种小型4轴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投向传输距离不超过5000米，显然没有办法用来搜索或消灭海马斯。然而，无论是伊朗制造的低水平无人机，还是俄罗斯从市场上购买的民用4轴无人机，在真正严酷的战场条件下，
功能都会大大的受限。这些采用民用数据链的型号呢，只要对方使用电子欺骗、电子压制这些措施，立刻就会失去战斗力。所以即使伊朗真的向俄罗斯提供了数百枚的实心飞弹，对俄军战斗力的提升也是有限的。能不能行捐海马斯，那就要看运气了。好，这话题就说到这里。